你不需要打了，因为你下面已经全都开了，就是你马上你要生孩子了，已经开了10个，对10个指头了，已经开了10个指头。我说啊，什么这么快？网上很多人说这个麻药不太管用，你会感觉有人在用刀切你的肚子。的天哪，这真的是一个生孩子的事情吗？对，他当时把他抱到我的面前让我看一看，他说是一个男孩，你看一看。我看了一眼，我觉得我不认识他。觉得看他每天都不一样，就觉得哇，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？然后他说走，我带你去另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就是有很多人，然后大家都是快要生孩子的人，然后我就进去。然后现在我们会用那个无痛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打一个针，然后它让你不会那么疼。然后呢，在威海，它是说你的下面，你的子宫的口，如果你开两个指头或者是一个指头半，然后你可以打那个针。然后我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医生说，你现在还不行，你现在开了一个指头，所以你要再等一等。然后我就在那里躺着，可是真的好疼啊。然后我跟医生说，我说你要不要再看一看，真的好疼啊。他说哎呀不会的，没有那么快，你等一等吧。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一直在啊好疼啊救命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喊，然后别人都是非常的安静，大家在玩手机或者玩游戏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在喊。然后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我这么奇怪？很尴尬。对，但是真的很疼，我觉得啊，为什么？好奇怪呀。然后终于那个医生他来了，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过了很长时间。然后他又给我检查，他摸完我以后，他说，好。我说，我现在可以打那个无痛的针了吗？他说啊，你不需要打了，因为你下面已经全都开了，就是你马上你要生孩子了，已经开了10个，对，10个指头了，已经开了10个指头。我说啊，什么这么快？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只有20分钟，就是20分钟，我的子宫的口就是完全打开了，就是要生孩子了。对。然后那个医生他让我坐那个轮椅，他就把我推进去，他说哎你可以上去啊，不是医生也是一个护士，然后他说你可以上去躺着。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老公就进来了，然后医生说他抽了我的血，我也不知道那个血是干什么的，但是他让我老公说你要送到别的楼去，就是这个楼离这个楼那个楼离这个楼有一点远。我老公说一定要现在吗？医生说对，必须现在，你马上去。然后我老公就赶紧他跑去，然后这个过程中那个医生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看到你的宝宝的头了。我说什么这么快？太快了。然后可是我老公还不在，然后我又很害怕，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只有这个护士和我2个人，然后我就很害怕。还好就是我老公他很快的跑回来，然后他后来他跟我说，他跑进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我女儿的头，就是黑黑的一个黑黑的一小片，然后他就很害怕，所以他不敢看了，然后他就这样坐在我的旁边，他给我加油加油。然后很快半个小时我就生完了。你的经历真的和我完全相反。对，我听起来有点羡慕，因为你刚才说你很害怕的，你查的所有的让孩子快点生的方法，我都用了。所以你用了很多方法，你不是只用了一个，就是打针那一个，你是所有的方法你都用了。因为医生他觉得这个方法不管用，他就会换一个方法，所以我真的是网上能够看到的所有办法都用在我身上。天哪！而且你说那个机器是0到100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我这5天一直在90，所以就是它到不了100，但是已经很痛了。天哪，那你就是一直都是很痛的一个状态。对，而且不只是你的肚子痛，它有一些
帮你生孩子的方法很痛，比如中间有一个，他会塞一个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到你的肚子里，到你的子宫里，然后他会往这个气球里面装水，让它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所以呢，对，就会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本来我以为这个办法用了，马上就可以生了，结果2天还是没有反应。所以我听到你这个，很羡慕。天哪，我想一想，就是有一个气球在你的肚子里，然后还要再2天啊。对，中间我很痛，我和医生说可不可以把它拿出来，因为我真的完全不能动，我躺在那里就是肚子很痛，肚子又痛，然后那个气球因为它很大，所以你感觉你的肚子要炸了。我的天哪！医生说不行，那如果把它拿出来就浪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还想等一等，所以我又痛了2天。但是2天以后还是不行。对，还是我去做手术的时候，我只打开了2个指头的大小。天哪！然后最后就是要做手术，然后把宝宝取出来，要切我一刀啊！天哪！就是我听说做手术就是要切开很多很多很多层，对不对？它不是歘一下切开，它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切开。对，我那个时候知道做手术很害怕，因为太突然了。我为什么坚持5天都没有做手术？就是我很怕这个手术。但是医生说，我的妈妈也在，他们说不要再坚持了，对你对孩子都不好。就赶紧把它生出来吧，赶快生出来。所以我就在非常不愿意的情况下被推到了那个做手术的地方。然后我也很紧张，我在等的时候我就上网查，很多人都说很痛，他们说你如果自己生会打那个无痛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做手术的话，它是打麻药，就是它会让你没有被刀切的感觉。对。但是网上很多人说这个麻药不太管用，就是你会感觉有人在用刀切你的肚子。我的天哪，这真的是一个生孩子的事情吗？对，所以我当时很害怕，很害怕。但是我觉得跟你一样，就是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。我做手术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。哇，那太好了。对，我还问医生，我说你已经开始了吗？医生说孩子都要出来了。哇，那太好了。所以我觉得麻药还是很有用的。对。然后呢，他把你儿子取出来以后做什么？对，他当时把他抱到我的面前让我看一看。他说是一个男孩，你看一看。我看了一眼，我觉得我不认识他。对，没有那种说他是我的宝宝，我是他的妈妈，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对，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，我也没有。对，觉得是一个陌生孩子。然后呢，他就把你的儿子抱出去了，然后因为他还要给你缝你的肚子。对，他缝了很长时间但是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这个手术很快，但是因为我和我的老公我们都没有做好做手术的准备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手术很快，他就和他的妈妈出去吃饭了。所以孩子抱出去的时候找不到人，说孩子的爸爸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天哪，你老公是这个。对，然后我的妈妈给他打电话，他很快跑过来了。
然后他当时想的是怎么办，他觉得我从手术室出来一定会骂他。对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准备好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所以我没有骂他。对，哇，那你是很好的老婆，你老公一直都很担心，怕你出来会骂他。对他很紧张。哎呦，太有意思了。那和我不一样，因为我是自己生的，然后生完以后就是进来了一个医生。终于，我生孩子的时候见了一个医生，因为一直是只有一个护士。这个医生进来，他就是看了一下我的情况，他说很好，没有问题，然后他就开始写很多的表，然后说他会站在我的旁边问我问题。他说你知道你的孩子是什么时候生的吗？就是他先会说一遍，就是比如说2023年12月20号11:18，对，然后我说好，他说你再说一遍，我说我要再说一遍嘛，他说11:18，他说对，哪一天？我说不记得，然后那个医生就翻一个白眼，他说我再说一遍，然后他又说了一遍，然后我又说一遍 ，OK， 没问题。然后呢，我差不多在那个生孩子的房间里面又待了2个小时，就是什么都不做，然后他就是把我宝宝给我，然后放在我的胸这里，然后就是要接触，好像他们说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觉得很安全。然后我们差不多待了2个小时，然后跟我老公聊天，然后终于我们出去了。可是我和你一样，萨萨就是生得太快了，我们也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没有买奶粉。然后我以前以为就是生完孩子很快你就会有母乳，不是，没有奶。然后你没有？对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已经半夜，就是12点半，我老公出去就是去买了一小罐奶粉，然后回来给我女儿喝奶粉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天哪，太快了，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不是我想的那样。但是其实快是好的，因为我是很慢，等了很久，我觉得快反而好一点。对，有道理，因为他们说，反正你也是要疼的，那你疼快一点，对你还比较好，因为你不用疼很长时间。对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对，可是我生完孩子以后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生完孩子以后，因为我没有做手术，所以我不会很疼，然后我就去上卫生间。其实那个护士她有提醒过我，她说如果你要去卫生间，你去尿尿，你去卫生间的话，你一定要叫一个人陪你一起，你不可以一个人。然后我觉得没问题，为什么我要别人陪我？我可以自己去。然后我就自己去了，然后我就晕倒了。对，他说因为你的体力可能对没有力气了。对，可是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，然后我就突然晕倒了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是我老公觉得很奇怪，去卫生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？然后他就进来，然后他看见我躺在地上，吓死了。对，然后他就叫我，然后我就醒了，我就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力气，我头很晕，然后他就把我扶出来，就是我们慢慢的走出来。然后呢，他跟那个医生说我的情况，医生说那你应该再多吃一点东西，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你的身体里面的血糖太低了，你要多吃一点东西。对，然后对，就是发生这一个事情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但是做手术和你有点像，因为做完手术很疼，他是要一直躺在床上的，但是他害怕你一直不动，你的这个被刀切开的地方会不太好，所以他要24小时必须下床走路，
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手术最痛苦的地方。前面都没有觉得很疼，但是你要很难，你要从床上坐起来，然后再站起来，然后还要走到厕所去，因为可能你前面一天都没有上厕所嘛，你要去厕所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最难的。我当时说，就是这个站起来的动作，是我这一辈子最痛的时候。然后我从我的床走到厕所，大概可能只有3米的距离。我走了半个小时啊，就是你每一步你都要很小心，很小心。对，就是因为你的肚子受伤了嘛，对，你站起来的时候用力就会很痛。对，而且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感觉你整个人都被什么很重的东西压着，非常痛。所以走路就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。哇，天哪，那个痛是不是比你生孩子之前的那个痛更痛？不一样，生孩子那个痛就是你感觉有人在打你，很用力的打你。对，但是这个站起来的痛是你感觉你的身体被这样拉开啊，我明白，向下这样拉开，很痛。对，我觉得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打无痛，所以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清楚。然后就是有人这样把我拉开，然后就是使劲往下，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感觉，但真的好痛，真的好痛。不会，我们这个视频录出来，大家不敢生孩子了。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，就是但是很快，它不会让你就是你会一直记得那个感觉。就这个觉得是对我们的脑子很神奇的地方，就是你当时在想我这辈子我都不要再生孩子了，可是现在我好像有一点会忘记当时那个疼的感觉是什么，我只记得是很痛。对，我也是。所以你问我他们这个痛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我有点忘记它是怎么痛了。对，是的。好，那萨萨，刚才你说有点担心，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很多人看到以后会说这么痛，那我不要生孩子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从怀孕到生孩子很小很小的一部分。那我们说一说怀孕或者生孩子的时候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吧。我觉得肚子里有一个宝宝的感觉很神奇。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个跟你很像的小生命。对，生命就是活着的。对，它是你的，不是别人的，是你的，这个感觉很神奇。对，是的。他在肚子里的时候，就是我给他听音乐，我跟他说话，他会动，就像一个小鱼一样，动动动动动，哇，好神奇！我第一次感觉到他动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的天呐，好神奇的感觉！哇，有一个活的东西在我的肚子里，然后他会动，然后你跟他说话，他也会动。对，这个就是只有妈妈和宝宝才会有的感觉。对，是的。那个时候，他的脚在我右边肚子的地方，他的脚经常这样放在我的肚子上，我就会在肚子外面这样拍一拍他的脚，他就会把脚拿走。很可爱。哇，好可爱！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他是肚子还是他的手，就是突然我的肚子他会
这个地方多出来一个东西，喂，这里这样对，觉得哇，很神奇，真的，生命很神奇。对。然后把它生出来以后呢，你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就是一开始就是没有太多感觉，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，半个月、一个月，你会突然觉得，我很爱这个小宝宝，你会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，因为我的儿子他很早就会笑了，他在第1个月就会笑，所以他每次一笑，我就感觉啊，我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。对，哇，太好了！我当时生完我女儿以后呢，我就是看她，我觉得诶，这个小朋友，这个小宝宝长得还挺好看的。然后医生也说，诶，你家的宝宝长得很可爱，就是虽然是生出来有很红，然后他的皮也是皱皱的，但是很可爱。对，然后他哭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他这里他居然有一个小酒窝。啊，我说对，我儿子也哇，有。对，可是我没有，我老公也没有。哦，对，是我妈妈有。然后我是从小嗯一直都很想有，可是很遗憾我没有。然后我发现哇，天哪，我女儿居然有一个。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哇，真的是因为我自己生的这个孩子，所以他的身上会有和我很像的东西。我很想生孩子的原因，就是我很好奇我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，所以我现在看到他是比较像爸爸，但是他的眼睛很像我，所以我会觉得看到他就像看到小时候的自己，很有意对，思。对对对，哇，太好，那个感觉真的很幸福，很美好。对，很幸福，就是是的，你前面受的痛苦都是值得的。对，所以萨萨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可能这个问题并没有必要，但是我还是想问你，就是如果你知道你会经历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，痛啊、哭啊，你还会决定要怀孕生孩子吗？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我还会生，因为生孩子只是很短的时间嘛，但是你和孩子在一起的幸福的时间很长很长很长。对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我也是，我有一样的想法。然后我甚至和我老公说，不管以后我们会发生什么，可能我们会离婚，或者我会很恨你，或者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可是我还是会决定和你结婚生孩子，因为我太喜欢我的女儿了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，我还是会跟你这个人生孩子。对，因为和别人生不出这个孩子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。对，它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产品。对对，但是还好，现在生活过得也很好，还没有发生我担心的事情，所以对，现在很幸福。然后我觉得看他每天都不一样，就觉得哇，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？他每一天他都不一样，他都在长大，他都在变化，觉得哇，这个生命就是很有意思，很神奇。真的生了孩子之后，每一天都在说啊，太神奇了。对，他怎么越来越像一个人了？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萨萨，你会考虑生第二个孩子吗？我想先知道你想不想生第二个孩子。其实我想，可是我觉得哎呀很累，所以如果我可以生一个1岁以后的孩子，就是我一生他，他就马上1岁以后，他可以走，他可以吃饭，我会觉得哇太好了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对，那你呢？其实很多人觉得
我生孩子不太容易，所以他们觉得你肯定不想生第二个孩子。但是我一直在考虑，可能等我这个儿子长大一点，我还会再生一个孩子。但只是考虑，可能还是要看情况吧。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，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，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，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。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，在小瓜 Chinese，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